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83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双耐克的 Precision 6。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这一双鞋的整体外观确实有那么一点点欧文篮球鞋的感觉，怪不得啊，想看这一双鞋测评的兄弟还挺多的。我相信关注这个鞋款的兄弟心里面一定都是想着用比较少的钱，是不是能够买到欧文的平替？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告诉我啊！实话实说，如果确实事实就是如此，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它并不是你想要的。在配置方面 ，Precision 搭载了全掌的 Phylon 泡棉，加上类似于太空棉材质的鞋面材料，配置可以算得上是地中地，什么东西都没有。在重量方面，单支42.5码，328克，重量控制确实做得非常出色。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双鞋我选择42.5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大部分脚型的兄弟都可以适配。它的鞋面也没有使用内靴，即使是高脚背的兄弟选择它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的脚型比较宽，那可能选择大一个尺码可以得到更好一些的穿着体验。我正常略微偏窄的脚型，在系紧鞋带之后，能够得到非常不错的静态包裹，脚在鞋内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空隙，鞋面与双脚的贴合度还是比较高的，并且得益于它不错的内部填充和较厚的鞋舌，在包裹的舒适度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不会出现什么弯折点卡脚啊，或者是鞋带勒脚的问题。当然，较厚的内部填充以及鞋舌让它丧失掉了一定的透气性，再加上它这个几乎不怎么透气的鞋面，穿这一双鞋打球捂脚的感觉非常的明显。注重透气性的兄弟需要谨慎考虑一下。虽然它的静态包裹和包裹舒适度都比较不错，但是它的整体动态锁定做的并不是特别好。它的前段和中段锁定做的完全没有问题，在一些侧向蹬地或者是对抗蹬地的时候，脚在鞋内不会出现明显的位移，但是后跟处的锁定做的并不是特别好。虽然在启动或者是跑动的过程中不会出现掉跟的现象，但是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双鞋没有办法很好的贴合住你的脚后跟，或者说是你的脚踝，你的脚后跟在鞋内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位移，存在着一定的伤病风险。如果你平时打球的强度比较大，又特别喜欢变向，这一双鞋真的不适合你去选择。当然，如果你平时有打脚的习惯，那这个问题可能就不是问题了。但是又有多少人平时打球的时候也会去打脚呢？你会吗？反正我不会。而造成后跟锁定问题的原因，不单单只有它后跟锁定开口过大这一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鞋面强度偏低。球鞋在脚踝处的鞋面非常软，非常像一种普通的休闲鞋或者是跑鞋给你的那种感觉。在变向的时候，后跟处的鞋面没有办法很好的支撑住你的脚后跟。不过它在前掌的支撑力度是够用的，虽然整体的鞋面强度偏低，但是它在前掌的受力点处做出了明显的热熔材料补强以及中底橡胶上翻，在变向的时候，前掌的鞋面可以很好的兜住你的双脚，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当然，如果你打球的强度并不大，选择它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啊，可能要让你自己承认自己打球强度不大，这一点或许是最困难的。而它在中底的支撑力度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实战的过程中，不管是做大幅度的变向还是对抗蹬地，球鞋的整体姿态都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整体的鞋身刚性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它中底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中底缓震，出上脚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好像脚感并不差，甚至还能算是比较不错的那一个级别。但是这只是它这一副厚度不错的奥斯莱特鞋垫带给你的错觉。一旦你开始打球，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它在缓震方面的不足。即使是正常的跑动过程中，都会感觉到有轻微的震脚感，就更不用说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时的感觉了。如果你的体重在150斤以上，或者你对于缓震本来就有一定的要求，那这个鞋款你就不要去看了，好吧？不过较硬的中底给它带来了出色的反应性表现，穿它在突破的过程中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出现。你是要缓震还是要反应性？那这一点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上次要让我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的鞋款还是亚瑟士，这次轮到了耐克。
除了拥有出色的反应性之外，它在场地感方面的表现也还算不错，整体的中底重心控制的还是比较低的。不过它在中底方面还存在着一个小问题，就是当你穿着时间长了之后，球鞋的鞋垫和中底都会出现一定的形变。虽然确实会跟你的双脚更为贴合，但是它会慢慢的出现一点点轻微的内扣现象。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在意，因为确实是挺轻微的。但是我相信各位正在观看这个视频的兄弟当中，有一大部分的朋友都不能接受这一个球鞋有内扣问题存在，对吧？所以我还是把这一个它存在的小问题告诉大家，是不是能够接受，最终是不是要考虑购买这个鞋款，就看你们自己了，好吧？好在它的中底龙骨落差控制的还是比较不错的，穿在脚上并没有明显的前低后高或者前高后低的感觉，并且中底的整体过渡做的也非常流畅，对于运动习惯的适配还是比较广的，不管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选择这一个鞋款都没有问题。而它在大底方面的表现十分出色 ，Precision 搭载了全掌的 XDR 耐磨橡胶，虽然在主要的受力点位置处，它的纹路深度和粗度都不是特别可观，但是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能够达到70左右，用来打室外的塑胶场地绝对是绰绰有余了，并且它在抓地方面的表现也同样做得非常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面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不管往哪一个方向移动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同时它还拥有着非常不错的吸灰控制表现，大底的橡胶对于灰尘的敏感度并不高，不太容易吸附灰尘，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只需要时不时的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就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在稳定性以及灵活性方面，它的表现也都十分出色，较低的中底重心以及较硬的中底缓震材料，加上它弧形的大底造型，让它稳定与灵活兼具，在这两个方面的表现都是非常棒的。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C+，这一双鞋的整体实战表现只能算是普通，非常普通的那一个水平。现在接近400的价格，真的没有任何购买它的理由。大家也都知道，现在300到500这一个价位段的竞争是有多么的激烈，不管你想要购买什么类型的球鞋，都能在这个价位段当中找到性能不俗的鞋款。这双鞋除了在外观方面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像欧文在耐克时期的凯瑞露系列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卖点。反正我是不推荐大家去购买这个鞋款的，除了它的重量做的确实非常轻之外，它在同级别的篮球鞋当中没有任何的竞争优势。你会去购买这一双鞋吗？应该不会吧。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